我叫周成，干了10年工地，手底下30多个兄弟。我没想到就一个人会让自己当2次施暴者。别慌，我来了！呀，救上来了，救上来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太吓人了！这活着没啊？过去看看。快看看，快看看！没事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别碰我！你欺负我！你说什么？我在救你！他在水里就把手伸进我衣服里，救命啊！我没有，你没看清楚我是救人的。老铁！视频里你确实压在他身上，嘴对嘴。那是人工呼吸，他溺水了不呼吸会死。他说你把手伸进他衣服里。我没有，我连他衣服扣子都没碰，可以查，他身上没有伤。需要时间调查，按规定你得在拘留室等结果。我等不了，我工地还在交混凝土，我儿子今天没人接。坐下，规矩是规矩。儿子，老婆，等我出去。你怎么是真的假的？刘总，网上说周总强奸，真的假的？我也是刚知道，真没想到他平时老实巴交的。不可能，周总不是那种人，他对我们比亲兄弟还好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兄弟们，公司还得运转，从今天起，工地上我说了算，大家好好干，工资照发。可是周总还在拘留所，他惹的事儿，不能让你们跟着遭殃。散了吧，干活。廖总，您是周成的合伙人，听说他之前就有过骚扰女员工的前科。本来家丑不可外扬，之前确实有个姑娘投诉过他，我替他压下来了。现在出这种事儿，我也有责任。您能具体说说吗？这是他跟那个姑娘的对话，我不忍心看第2遍。建国，你直播做得不错，网上全在骂那傻子。你那边嘴巴严一点，别让人知道是我们搞的。放心，我还想要那50万呢。不过说真的，他救我的时候还挺拼的，差点自己呛水。那是他傻，这年头，好人没好报。这是20万定金，剩下的30万等周成彻底翻不了身再给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看看，都上电视了，你还不离婚？你是想让我们全家跟着丢人？妈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他连杀鱼都不敢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表姐当年也说她老公老实，结果呢？小小，你妈说的对，这种名声，你跟孩子背不起。我爸爸不是坏人，他是去救人的。你小孩子懂什么？妈，我不离婚，我相信他。那你就带着孩子搬出去，别在我们家丢人现眼。爸爸，我要爸爸。走了就别回来。你爸是强奸犯，你就是小强奸犯。你们干什么？我要找你们老师。妈妈，他们为什么说爸爸是坏人？爸爸不是坏人。
小虎，爸爸来了。爸爸，他们说你是坏人，我打他们。小，对不起。我相信你，我一直相信你。小虎，爸爸发誓，从今天起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谁欺负你的，爸爸10倍还回去。周总，您还来干什么？您的事儿连累我们接不到活了。我是清白的，给我时间，我会证明。清白？网上都说是您兄弟爆料了，还有假。周成，你不该来。建国，你我一起打拼10年，你信不信我？我信证据，你自己惹的事，别连累公司。周总，我们跟您干了好几年，没欠过我们1分钱。可现在呢，刘总说要降工资，不然就让我们走人。公司要活下去，只能这样。兄弟们，我周成对不起你们，但我发誓，等我拿回公司那一天，所有人的工资1分不少不给你们。你还来干什么？妈，我来看看小虎。看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还不够？小小为了你，连班都不敢上了，同事都在背后议论他。妈，让他进来。不行，这个人不能进我们家门。爸爸，小虎，不许叫他，他不是你爸爸，他是坏人。我爸爸不是坏人，放开我！周成，你走吧，等你的事搞清楚了再来。周成，小虎睡了，我偷偷打的。你妈？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等你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很快，爸爸很快就来接你。你被拘留了3天，出来之后公司没了，房子要断供，老婆孩子住娘家，你确定要告？确定。告谁？告那个诬陷我的女人，告我的合伙人。前者是诬告陷害，后者是诽谤加商业欺诈，证据呢？2年聊天记录，证明我和刘建国是合伙人。拘留通知书，还有河边有个钓鱼大爷说，他亲眼看到那个女人自己走下去的。谁？王大爷，但他不敢作证。先拿到他的证言，哪怕是书面证词，然后申请调查令，查刘建国和张维之间的银行流水。多久？快则1个月，慢则3个月。我等得起。大爷，我上次跟您说的那事儿，小伙儿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孙子在隔壁小学，万一那些人找到我……大爷，这是证人保护的材料，您不用出庭，签个书面证词就行，我求您了。我那天看到那女的在岸边站了10几分钟，还打了个电话，然后才走下去的。您记得她打电话？记得。她打完电话，看着手机笑了笑，然后才走下去的。大爷，这句证词可能是救我的命。爸爸，
王记者，我是周成，明天有空吗？我有东西给你看。明天下午2点，老地方。你们觉得把我踩进泥里就结束了？不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小伙，等着爸爸，爸爸很快来接你。这些你怎么拿到的？一点点攒的。钓鱼大爷亲眼看见那女的自己下水。他愿意作证？签了书面证词，但不敢出庭。书面证词也够了，至少能证明你不是凭空喊冤。你希望我怎么帮你？把真相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周成，我得跟你说实话，这个报道如果发出去，对方会反扑，他们有钱有人，你扛得住吗？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好，我写，但需要时间核实，你别急。建国，你看这个。他哪儿来这么多证据？聊天记录、拘留通知书，连河边那个老头都写了证词。那老头不会出庭吧？出庭也不怕。他一个人证，我们有舆论，但不能再让他发酵了。怎么办？找推手，再搞一把大的，把他的名声彻底踩死。你上次说伪造录音，不止录音，找个人假扮被他骚扰过的女工，录视频，再搞几份聊天记录，说他以前就有前科。那得加钱。少不了你的。周成，你发的文章我看到了，我妈骂了一天，说你不要脸。小虎偷偷用我的手机给你点了个赞。告诉小虎，爸爸看到他的赞了。文章发出去2天了，有人信，有人骂，信的人不多，骂的人不少，但没关系，我相信黑夜之后必有黎明。刘总，你上次说的录音我做好了，音质还行，但光有录音不够，得有受害者。你有人选？这几个都是临时演员，每人5000块，愿意出镜哭诉。这个，让他说周成以前在工地上骚扰过他，还威胁不让他干。没问题。还有那个女的，最好也让她录一段，哭着说我被她害得好惨，效果拉满。他那边我去说，价格另算，全套下来再加10万。成交。建国，有人说要去人肉我，把我前公司的信息都扒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抢在前面。你录一段视频，哭诉他害你，说你有心理阴影。我怕以后收不了场。你觉得现在还能收场？他已经找律师了，还找了记者。你跟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再加20万。行。等会儿你对着镜头哭，说那天他把我按在地上，我怎么挣扎都没有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叫张伟。那天他把我拖到水里，然后我不敢回忆。哭大声点儿，更惨一点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路过。够了，后期加个悲情的 BGM， 效果爆炸。钱什么时候到？今晚。我叫张威，那天他把我拖到水里，然后我不敢回忆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强奸犯吗？就是他，网上又出新瓜了。他花钱收买受害者，怎么会好这个渣子呀？太过分了！滚出这个还有脸出来的？你们看到的视频是假的，录音是合成的，我会证据。人渣！走，人渣！滚！张手！不要脸！臭不要脸的！别跑！别跑！人渣别跑！
们发了新视频，张威出境哭诉，还有一段假录音。我看到了，这是典型的舆论战，他们急了。急了，说明我们摸到他们的痛处了。银行流水查得怎么样？今天刚拿到，刘建国和张威之间有一笔50万的转账，时间是事发前3天。50万？他为了50万，就毁了我一辈子。这笔钱是铁证，但我们需要确认张威的账户是他本人使用。我可以去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查。小心，他现在是被刘建国操控的，不会轻易松口。主城，你看到了吗？对方发了新的视频和录音，我刚做了声纹分析，那段录音是合成的，但网上没人信。我有银行流水，刘建国转给张威50万，事发前3天。你给我发出去。你确定？发出去之后，他们可能会告你。让他们告，我当了15年记者，不怕官司。他们以为把我封号就完了，他们不知道我的证据不会封号。你确定这是真的？法院调查令调取的，假不了。这个一发就是正面硬刚，报社可能会被起诉。我愿承担一切责任。发，但要用独家调查栏目的名义，别挂报社头版，留条后路。明白。周成的账号被封了。封了，我们买的水军还在持续输出，网上风向全在我们这边。跟我斗？他一个泥腿子拿什么跟我斗？刘总，出事了！银行流水，他们怎么拿到的？那个律师，他们申请了调查令。现在怎么办？删帖，找人删帖，花钱也要删掉。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哭大声点儿！建国，银行流水被爆出来了，我完了！别慌，那笔钱我可以解释成借款，你要死不承认就行。借款？谁信啊？50万借款没有借条？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你欠的赌债，你爸妈的房子抵押我都给你捅出去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问你一句话。你再靠近我喊人了。50万，够你花多久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刘建国给你的50万，银行流水我已经有了。你去自首，说出真相，我可以原谅你。原谅我？你有什么资格原谅我？你现在是强奸犯，是过街老鼠。你以为刘建国会保你？他现在自顾不暇，你只是他的一颗棋子。滚！刘总，银行流水这件事很麻烦，对方如果起诉，法院会调取完整记录。能不能和解？和解需要对方同意，而且对方要的是恢复名誉，不是钱。如果我给他1000万呢？可以谈，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帮我约他，我要当面谈。哥，是我。你还敢叫哥？哥，我也是没办法。这样，我给你1000万，你撤诉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。哼，1000万嫌少，可以再加。建国，你还记得小虎3岁那年，你抱着他说干爹以后送你上大学吗？你让我儿子在学校被人叫强奸犯的儿子，被人按在地上打，1000万，能买回他的童年吗？周成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法庭上见。等等，又来洗白了。银行流水是真的吗？1000万买不走我儿子的眼泪。刘建国，你以为钱能平一切？你错了，有些账必须有命还，是时候让有些人付出代价了。他敢挂我电话，1000万都不要。
刘总，这个人不好对付，他不是要钱，是要命。建国，要不我们跑吧？跑？往哪儿跑？钱都在公司里。找人盯着他，他手里有证据，得想办法拿回来。已经安排了，他那个破出租屋，今晚就动手。还有他老婆孩子，给他点压力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疼。你要对他们做什么？这样会闹大的。闹大？已经闹大了，现在不是你心软的时候。老板，没找到你说的证据啊！废物，继续找。有人来过了，证据安全。好，明天来我办公室。想偷我的证据，做梦！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呀？快了，爸爸把事情处理完就来。你是周成老婆？你是谁？回去告诉你男人，别太嚣张，有些官司让人要命。妈妈，那个人好凶。没事儿，妈妈在，我们去找爸爸。今天只是恐吓我的老婆孩子，那之后呢？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法院的调查令下来了，我调了刘建国公司近3年的账目。发现什么了？发现了一堆好东西。你看，这笔300万的转账，名义是咨询服务费，收款方是个空壳公司，这是挪用公款。还有这里，给某领导的过节费20万，这是行贿。这些够吗？够得黑乎了，但还不够。我需要更直接的证据，能证明他和张威之间有预谋的证据。我有刘建国的账目 U 盘，明天下午3点，成交费工厂，一个人来，别报警。谁发的？不知道，但他说有 U 盘，可能是陷阱，也可能是机会。我要去。太危险了，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如果有机会拿到证据，我赌一把。带上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如果情况不对，马上跑。谢谢。你是周成？你是？我是刘建国公司的前财务，我叫赵德明。这个 U 盘里有他近5年的完整账目，行贿、转移资产、伪造合同，全在里面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恨他。3年前他让我做假账，我不肯，他就找人把我打了一顿，然后把我开了。我老婆生病要用钱，他1分不偿都没给。谢谢你，这些东西够他坐牢了。周成、赵大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私下交易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把东西交出来，然后你们自己走出去，不然得躺着出去。往窗户那边跑。跑！
东西在哪儿？交出来，少受罪。你猜？谁报的警？我来的路上就猜到不会那么简单。我不及时联系陈律师，他就报警。撤！你叫周成，怎么回事？就说了这个，有人要抢他，那些人跑了。王东扁，你也去医院看看。我没事，我要去我律师那里。怎么了？东西有用吗？有用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里包含刘建国近5年的完整账目，协会记录，他给3个领导送过钱，总额超过200万。资产转移，他通过7家空壳公司把公司的钱洗到自己口袋，总额超过800万。伪造合同，他用假合同骗银行贷款，金额超过1500万。就凭这些东西，他至少坐10年。10年，够了。没拿到。他报了警，我们被警察追了3条街，有3个兄弟被抓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U盘在他手里，赵道明那个叛徒，把账目全交出去了。账目，所有账目，5年的，全在 U盘里。周成，我跟你没完！U盘还在吗？在，已经交给律师了。谢谢你，赵哥。别叫我赵哥，我叫赵德明，你以后叫我老赵就行。赵哥，我熬了鸡汤，你喝点。你们这是？你帮了我，你就是我兄弟，好好养伤。等你好了，来我工地上班。我那样的账，我做过假账，那是被刘建国逼的。你现在是证人，也是受害者，我信你。这些我已经整理好了：行贿、挪用公款、虚假诉讼、伪造合同，每一条都有证据支撑。够他做多久？最少10年，加上诬告、陷害和诽谤，数罪并罚，保守估计8年到12年。够了。周成，你要想清楚，这些东西交上去，刘建国就彻底完了。他会狗急跳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已经什么都做过了，拖我的证据，威胁我的证人，吓我的家人。他还有什么招？尽管来。我联系检察官，明天就把这些材料送过去。你这脸谁打的？没事嘛，皮外伤。我听小小说了，你找到证据了。够他坐牢了。周成，我以前觉得你窝囊，但这一次你做得对。爸，有些人你不把他打趴下，他就一直欺负你。我支持你们。行了行了，吃饭吧。爸爸，疼不疼？不疼。爸爸，你是英雄。爸爸不是英雄，爸爸只是一个不想再被欺负的人。有件事儿，我们今天也接到刘建国的电话，他说明日要来拜访我。明天我们2口子先为你们出口恶气。几楼？3楼，302。周成啊，周成，
你先拿到证据又怎么样？我先让你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。老头子，他来了。你们找谁？阿姨，我是刘建国，周成的合伙人，今天专程来看看您和叔叔。你就是刘建国，那个害周成的人。阿姨，您这话说的是周成自己惹了官司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天来是好心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林叔，听完我的话，如果你们还赶我走，我立刻就走。但有些话不说出来，你们以后会后悔。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有话快说。这是100万，只要你们做一件事，劝林晓跟周成离婚，带着孩子回娘家住，别再掺和周成的事。100万，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价码。叔叔果然还是明白人。100万足够林晓和孩子重新开始了，你们老两口也不用住这种破房子了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小小跟着他，确实受了不少罪。阿姨所言极是。这几个月小小受了多少苦？周成要是真进去了，他们娘俩怎么办？阿姨说的对，我也是替林晓考虑。现在离婚还能保住一些体面。刘建国，你以为有钱就能买一切？你以为100万就能买我女儿的幸福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滚！林叔，你想清楚了，100万不要，以后1分钱都没有。没有就没有，我们穷了一辈子，不差这100万。周成是我们女婿，他就是进了监狱，也是我们女婿。你想拆散这个家，做梦！行，你们有骨气，等周成坐牢了，你们别后悔。滚！你们不会以为周成真的能赢吧？一家子都是吃软不吃硬的，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。找几个有粉丝量的，让他们发视频，说周成是造假碰瓷专业户，说他以前就干过这种事。邱总，这个时候再发这些东西，会不会适得其反？反什么反？他拿到了那个 U 盘，就以为能摆脱强奸犯的名号。原来是个碰瓷儿的，浪费我感情。这种人就应该判刑。陈律师，刘建国又在网上造谣了，你能固定证据吗？已经在做了，他每发一条就是多一条诽谤罪的证据。好，让他发，越多越好。报警！这些人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妈，别报警，报警了，明天他们还会来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自己刷掉。周成说过，他们越是这样，说明他们越怕。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？你看新闻了吗？林晓老公那事儿又反转了，网上说是他是碰瓷儿的，难怪他最近总请假。要是我老公干这种事儿，我都没脸来上班。林晓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林晓，你在我手下干了5年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员工，但你家这个事儿影响太大了，上面有人过问了，说你影响单位形象。主任，我老公是清白的，法院已经在审了。我不关心谁清白，我只关心单位的声誉。你最近请假太多，同事之间也议论纷纷，要不你先休个长假？不用了，我辞职。什么？这是我早就想好的。我老公需要我，我儿子需要我，这份工作我不要了。你辞职了？你疯了？你连班都不上了，以后怎么活？妈，周成在打官司，
需要人帮他整理证据。小虎在学校被人欺负，需要人陪，我没时间上班了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万一他输了怎么办？他没有输，他不会输。小小做得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小小做得对。周成那小子，我看了这么久，他是个老实人，这个家不能散了。妈妈不哭，小虎长大了，小虎保护妈妈。妈妈没哭，妈妈只是高兴。小，我听说了，你辞职了。我回家帮你。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说对不起的是我以前太软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退了，我们一起打。好，我们一起。强奸犯的儿子，你还有脸来上学？你爸是不是也打算不要你了？所以你妈才带你回娘家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爸是强奸犯，你也是小强奸犯。啊！我爸是救人英雄，法院会还他公道。再敢说我爸一句，我会让你知道后果。你敢打我？我不打你，我等法院判，到时候你要给我爸道歉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师，他骂人。老师，我没骂人，他们说我爸是强奸犯，我说我爸是救人英雄。周小虎爸爸的事儿，法院还没有判，在真相出来之前，我不许任何人侮辱他的爸爸，听到没有？爸爸，我没有哭，我也没有打人，我就站在那里说你是英雄。小虎，你比爸爸勇敢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快了，等法院判了，爸爸就接你和妈妈回家。爸爸，我没有跟你丢人吧？没有，你是爸爸的骄傲。张伟，这是第二段视频，你要哭叫惨，你要说周晨在水里对你做了什么。开始。废，哭都哭不出来，想想你爸妈，想想你欠的债。我不拍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拍了。你们逼我撒谎，逼我害人，我受够了。张伟，你知道不拍的后果吗？刘总不会放过你。我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刘总说了，这视频你拍了，你欠的赌债他来还，明白吗？你拍，你就有钱；你不拍，你什么都没了。听说你今天在棚里闹了，我拍不出来。拍不出来？你收了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拍不出来？那钱我已经花了大半，我退给你，我不干了，行不行？退？你拿什么退？你欠的赌债30万，不是我帮你还的，你想退出？晚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给我把视频拍完，然后滚得远远的，永远别回来。你要是敢乱说话，你爸妈住的那个小区，我可是知道的。喂，周成，张伟可能要扛不住了，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说想自首，又删了。你能联系上他吗？我试试，但他现在很危险，刘建国的人可能盯着他。你小心。我知道。
谁？我是王记者，你朋友圈我看到了，我来帮你。你还好吗？你看我像好吗？你真的想自首？我不知道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怕刘建国？他说过，我要是敢说出去，他就让我全家不好过。张威，你现在不说，以后更没机会了。刘建国已经被调查了，他自身难保。你现在自首，算立功，可以轻判。如果再拖下去，你就是共犯。张威，开门！是刘建国的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记者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记者，多管闲事。别多管闲事，不然下次不是打这么简单。哼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们就是这样的人，你替他们隐瞒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发报道了，不管你说不说，真相必须出来。你确定要发？确定。这篇一发，刘建国会告我们。让他告。我当了15年记者，不怕官司。发。王记者，你以为一篇报道就能扳倒我？你等着收律师函吧。刘建国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把一个好人逼到了绝路，好人被逼急了，比坏人可怕10000倍。刘总，这篇报道影响太大了，对我们怕是不利。花钱买水军，给我把节奏带回来！现在这个量级，要压住舆论，至少要200万，而且不一定能完全扭转。200万就200万，你去找那家熟悉的渠道，让他们刷周成炒作，自导自演，坐等反转，不管真假，先把水搅浑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不过刘总，那50万的转账记录已经被曝光了，银行那边先不管，把舆论风向带偏再说。刘总，咱们那个城东项目的合同先暂停吧，现在和你们合作风险太大了。张总，那是有人诬陷我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周成，我跟你没完！网上都在讨论你，你看，很多人支持你，也有很多人骂我。你看这条，说我装可怜博同情。爸爸，你是好人，我在学校跟同学说了，他们都觉得你厉害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。小虎，爸爸没事。爸爸只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我。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没人会信一个穷包工头说的话，因为你是清白的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刘建国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有钱有人，能清水局，能删帖，说不定还能找人。不管他做什么，我们一起扛。爸爸，我不怕，坏人迟早会被抓起来的。这钱花的值，你看，
负面评论已经盖过支持的声音了。刘总，不太对劲。有人在评论区发截图，说这些刷屏的账号 IP 地址都差不多。还有一个技术论坛的帖子已经开始扒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提醒过您要找专业的，但您说要快。你现在是怪我？刘建国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公司股价一上午跌了30%。现在不是你闹的时候，我在处理。你处理？你看看网上，有人在扒你的公司，说转账50万的那个银行账户是你们公司名下。你到底跟那个叫张薇的女人什么关系？那是业务往来。业务？刘建国，我跟了你15年，你动一下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现在跟我扯业务往来？回去再说，行不行？这里有人。刘建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应酬？刘总，您看这个帖子已经上热搜尾巴了，标题是水军 IP 指向刘建国公司，有人把咱们公司的工商信息都扒出来了，注册地址、法人代表、股东名单。周成，你看到网上的动静了吗？有人扒了水军的 IP。已经明确指向刘建国的公司了，舆论确实开始转向了，但我更关心的是警方那边。检察院已经正式介入调查，银行流水是铁证，资金路径很清楚，他想赖也赖不掉。那就好，我就怕他找人顶包，或者把账做平。不过我提醒你，刘建国现在是被逼到墙角的人，他会做更疯狂的事，你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。我已经让林晓和小胡暂时少出门，我自己小心点就行。还有一件事，张伟那边可能扛不住了，网上有人在扒他的身份信息，住址、老家、以前工作的酒吧，全被人翻出来了。听说他接到了很多骚扰电话。这对我没什么用，我想要的只有清白，还有刘建国该受的惩罚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到检察院来一趟，做个补充笔录，把那天救人的细节再说一遍。记住了，谢谢你，陈律师。别谢我。这案子法院中心很重视。行了，早点休息。刘建国，你还能撑多久？周成，你看这个，原来他早就有问题。这种人说的话，谁会信？评论怎么样？转发已经破10万了，评论区全是骂他的。这种人说的话能信？周成被他害惨了，支持周成，严惩张薇。张薇老赖冲上第5位了，还有人把他老家的地址也扒出来了。地址？那他家里人？希望别出什么事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就在张薇老家的楼下。快点，刚才有人上楼了，可能他妈在家。你们找谁？阿姨，您女儿张薇涉嫌诬陷他人，您知道这件事吗？网上说她欠了8万赌债，还整容贷款不还，这些情况您知情吗？她现在躲在哪儿？您能联系上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们别拍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女儿不是坏人。哎，阿姨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让开，都让开！刘建国，我完了，我妈住院了，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让我去报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少跟我哭！你欠赌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你自己选的路怪谁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什么都可以不要的，你放过我行不行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敢乱说话，把我说出来，你妈会更惨。我已经让人查过你妈住的医院了。你别躲我妈，
那要看你怎么做。等我摆平这件事，我给你30万，你带着你妈滚得远远的。要是你敢乱说一个字，你妈那个心脏经不起折腾吧？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你别动我妈。乖，等我电话。我只想要一个公道，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他多有钱，我相信法律。刚开始3分钟，在线人数已经100万了，200万，400万。周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成，我也就一个干工地的。这段时间关于我的事沸沸扬扬，说我是炒作，说我是想红。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证据摆出来，一句一句说清楚。这是银行流水，刘建国公司转给张威50万，转账时间是事发前3天，备注写的是咨询费。一个什么样的咨询要花50万？我只想问一句，好人是不是真的没好报？我做了一辈子老实人，这次救人差点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，结果……周成，你做得很好。再看一下 U 盘的那个，这个 U 盘是有人匿名寄给我的，里面是刘建国公司近5年的内部账目、行贿记录、转移资产的流水、伪造的合同。我不求大家给我捐款，也不求大家帮我出头，我只求一件事：如果有一天上了法庭，你们能记住今天看到的证据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每一个相信我的人。切掉，直播结束。你表现得很好，这条直播的录像会在网上传开。刘建国跑不掉了。行贿记录、转移资产的流水、伪造的合同。周成，我要你死！是我，你给我找人去教训他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让他知道疼。钱不是问题，你开价50万，行，事成之后我再加20万，但是有一条，别弄出人命，我不想惹更大的麻烦。对，越快越好，最好就这几天。爸爸，你上电视了。爸爸只是把真相说出来。小虎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说实话的人不会吃亏。你做得很好，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哭了好几次。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吃饭吧。陈律师说刘建国可能报复，这几天你们别出门，买菜我去。小虎，我请几天假，不去幼儿园了。我知道，要不要报警？还没发生什么事，报警也没用，先小心几天。爸爸，我们吃完一起看动画片好不好？好，吃完饭爸爸陪你看到9点。妈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快走。我在第一小学门口，下来！有人要袭击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这里全是摄像头，跑不掉的。来人了！打人了！走。没事，我来了。我爸爸，坏人打我们的车。没事了，爸爸在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们跑了。车牌号记得吗？尾号是7823。一辆黑色轿车，尾号7823，往南边逃了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刘建国派来的人，我要申请警方保护。我会向上级汇报。刘建国，你对我的家人动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听说你们出事了，人没事吧？没事，但刘建国已经疯了，他敢对我的家人动手，下一步不知道会做什么。我已经联系了警方，他们会提供保护。同时，
我会向法院申请加快审理进度。越快越好，我不想再等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张威那边听说他状态很差，他可能会自首。如果他自首，能指认刘建国吗？会，他的证词是最关键的。那就等他开口。刘建国，你越疯狂，说明你越很好。张威联系不上，他关机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刘总，什么叫联系不上了？他下午还在。傍晚6点之后，他的手机就打不通了。我问了旅馆的人，说他下午5点多出去买饭，一直没回去。房间里的东西还在，人不见了。他有没有可能是去找周成了，或者去找警察了？不好说，但他的身份证还在旅馆前台压着，应该没跑远。我让人在附近找了，暂时没找到。找！给我翻遍那个区，要把他找出来。他要是敢乱说，我们都完了。刘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检察院那边刚才来了电话，让您明天早上10点去配合调查。律师说，这次可能不是问话那么简单。什么？他们有什么证据传唤我？那个 U 盘里的账目、银行流水，还有张威，如果真去自首了，那就是人证物证俱全。你先去找张威，找到了马上通知我。明天的事，我让律师先盯着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我老公还活着没有。打了一晚上电话不接，家里也不回。秘书说你还在公司。检察院要传唤你。只是一般的问话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。公司股价跌了40%，供应商堵在门口拉横幅，几个项目经理今天下午集体辞职。你跟我说没什么大不了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也在想办法。刘建国，我就问你一句，那个叫张薇的女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说了，是业务往来。你放屁！什么业务往来？要转账50万给一个胖子的女人？你当我傻？你知道现在亲戚朋友怎么问我吗？他们说你老公是不是要坐牢了？我连门都不敢出。儿子在学校被同学嘲笑，哭着打电话问我爸爸是不是坏人。我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雇人去砸人家老婆孩子的车，这是一时糊涂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叫阿坤的人？上个月你还在酒桌上跟他喝过酒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以为你把手机藏起来我就看不到？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明天我会带着儿子回我娘家，你的那些破事你自己处理。离婚协议我让律师准备了。王丽，你听我说。别说了，我已经跟律师谈过了，公司的事我不管，但你那些账目里有我签过字的部分，我会如实告诉检察院。我不想跟着你一起坐牢。王丽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那个咨询对象，也就是张薇，我听说他好像去派出所了。包工头周成被诬陷案持续发酵，关键证人张薇目前下落不明，警方已对其发布协查公报，呼吁知情群众提供线索。我只想要一个公道，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他多有钱，我相信法律。喂，我要自首，我叫张薇，就是网上那个张薇。你就是刚才打电话的？坐吧，别紧张，把情况说清楚。你说你要自首，犯了什么事？我捏造了事实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我却反咬一口，编造了虚假的指控，是周成案，你们应该知道。你从头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怎么操作的？是刘建国，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，他给了我50万，让我假装溺水，然后等周成救我上来之后，就说是周成把我推下水的，还说他在水里对我做出不轨举动。那50万元是怎么交给你的？现金还是转账？转账。
分2次，一次30万，一次20万，都是转到我的银行卡里，银行应该有记录。你和刘建国怎么认识的？我欠了巨额债务，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，他说有个活让我干，干完就跟50万，我当时缺钱，就答应了。我不知道事情会闹这么大，我以为就是讹点钱。你知道诬告陷害罪要判几年吗？不过你有自首情节，态度也配合，法律上会从轻考虑。但是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，不能有隐瞒。我都说，我什么都说了。我手机里有刘建国给我发的所有消息，还有转账截图，我都可以交给你们。联系上级主管单位，让他们来人。这件事涉及重大，得尽快移交。刘建国，你涉嫌捏造事实重罪，这是拘留证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捏造事实陷害任何人。那个张威就是个骗子，他在胡说。有什么话，到调查处再说。现在请你配合。等等，我给我律师打个电话。到了派出所有机会的，现在把手伸出来。活该。早该查了。刘建国，张威在外地派出所自首了，他已经全部交代，是你花50万收买他，让他假装溺水，然后诬陷周成强奸未遂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他在撒谎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女人有前科，欠赌债，骗人钱，她说的话能信？那你解释一下，这笔50万的转账是怎么回事？分2次，一次30万，一次20万，从你公司的备用金账户转到张威的银行卡。那是借款，他向我借钱还赌债。凭证呢？没有凭证，我信任他。你信任一个背着30万债务离开上一家公司消费贷长期未处理的人，给他50万连个书面凭据都没留。刘建国，你做建筑工程这么多年，借钱不打借条，你信吗？再说你跟他怎么认识的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中间人是谁？借钱的用途具体是什么？这些你都得说清楚。我要见律师，在我的律师来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见律师是你的权利，我们已经通知了你家属，律师很快会来。刘建国，我提醒你，是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，还是继续扛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郑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是清白的，他们想整我。刘总，我已经看了案卷材料，说实话，这个案子不简单。银行流水、聊天记录、张威的证词，3条证据链都指向你。尤其是那些聊天记录，是你自己手机发出去的，这个很难推翻。那些都可以解释，我可以说是张威偷了我的手机，或者说是他伪造的聊天记录。你是律师，你想办法呀！聊天记录可以申请司法鉴定，查时间针和手机设备信息，但说实话胜算不大。银行流水是铁证，资金路径很清楚，从你公司账户到他个人账户，中间没有经过第三方。郑律师，我做建筑工程这么多年，认识不少人，只要你能帮我摆平这件事，钱不是问题。你要多少都行，200万、300万，你开口。刘总，这个案子我可以打，策略是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咬死张威是单独作案，你只是被他利用了，但你得配合我，在笔录里不能乱说话。检察院问什么，你先说我要问律师。我记住了，我什么都不说，全靠你了，郑律师。先准备100万保证金，用来确保候审。我走了，你在里边别惹事儿，别跟同监室的人发生冲突。时间到了。我不会输的，我有最好的律师，钱能摆平一切。周成，你看到了吗？热搜第1了，现在全网都在扒他，不只是我们那篇报道，好多以前被他坑过的人都出来了。我看到了，刚才工友拿手机给我看的。王哥，你看这个，热搜第2也上来了，刘建国罪行清单，有人把他所有被曝光的违法记录整理成了一张长图，转发已经50多万了。周成，现在评论区全炸了，有人说原来他早就是惯犯，有人说这种人就应该判死刑，还有人艾特省公安厅的官方账号，要求严查。看来我不是第一个被他害的人，但你是第一个让他翻不了身的人。这些人之前不敢说话，
现在看到刘建国进去了，才敢站出来。你这一下把盖子揭开了。行了，我先挂了，工地上还有活。好，有消息我再联系你。我跟他合作5年，5年呐！去年他让我供了一批钢材，价值300万，到现在1分钱没给。我找了他10几趟，每次都说过2天，过2天。您有没有起诉他？起诉了，官司打赢了，但他把公司名下的资产全转移了，法院执行不了。我现在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我老婆生病住院，等着用钱做手术。刘建国欠我80多万的货款，我求了他多少次，他连电话都不接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来这里堵他。结果他进去了，我的钱更没人还了。周总，你看，网上全是刘建国的黑料，有人把他以前干的坏事全扒出来了，拖欠工资、骗供应商货款、坑合伙人，好几个人实名出来爆料了，他彻底完了。周总，你不高兴啊？刘建国完蛋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不是不高兴，我只是在想，原来他害过这么多人。那个供应商300万拿不回去，可能一家人都活不下去。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工人，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那都是他造的孽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救人了还被冤枉，你是受害者。我就是觉得，一个人怎么可以坏成这样？赚了那么多钱，还不够，还要去坑别人的血汗钱。贪呗，这种人钱越多心越黑。行了，干活吧。刘建国的事有法律管，我们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。把今天这面墙砌完，明天还要交混凝土。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得做点什么。丽丽，刘建国，离婚协议我已经递了，公司的事儿你自己扛，别连累我和孩子。还有4分钟，玉静也该查房了吧？一个刚被自己妻子提出离婚、万念俱灰、上吊自杀的戏码，应该很不错吧？有人自杀！让我死！让我死！我什么都没了。部长值班室 H03号拘留室有人自杀未遂，颈部有勒痕，意识清醒，请求医疗支援。或许我还能绝地翻盘，说不定呢。为什么想自杀？活着没意思，网上要逼死我，老婆跑了，公司没了。刘总，时机恰到不错。27分钟一次巡查，脚步声到门口要8步，我数到第5步松的手，勒了3秒，死不了。好，现在听我说，你的自杀不是认罪，而是我们的武器。什么意思？周成那边干了什么？网络直播买热搜，煽动网友人肉你，他们不是在维权，是在用舆论处死你。而你，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人，选择了自杀。你是说？我会向法庭提交你在拘留所自杀未遂的报告。我会说，周成利用网络暴力对你进行人格绞杀，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该有的样子。一个有罪的人自有法律审判，但舆论不能越过法律把人逼死。你自杀，恰恰证明你已经被舆论逼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。那我的罪呢？张威的证词和流水还在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但有了自杀这个情节，法官会考虑一个企图自杀的人主观恶性有多大，是不是被舆论放大了后果。再加上我发现你居然还有慈善捐款，可以从激情犯罪、悔罪态度明显的角度争取大幅减刑。能判到什么程度？3年以下，甚至缓刑。更重要的是，舆论会分裂，
一部分人继续骂你，但另一部分人会开始反思，周成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网络暴力是不是也该被追责？只要舆论出现分歧，检察院在量刑建议上就会保守。那就这么打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那个被网络暴力逼到自杀的无辜者。见任何人，心理医生、法官甚至法警，都要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，哭不出来就掐大腿，眼泪比任何证据都管用。我明白了。检察院已经收到你的自杀报告了，媒体那边我也打了招呼，今晚的新闻会重点报道，嫌疑人不堪网络暴力自杀未遂。舆论现在什么风向？分裂了，有人骂你活该，但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周成，他直播写文这些手段确实过了线。今天早上我进拘留所的时候，门口已经有2个人举着牌子，写着反对网络暴力。那个擦伤够不够？虽然轻了点，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勒痕很浅，表皮都没破，按理说不至于。医生，我当时真的不想活了，现在喉咙还疼，咽口水都困难。麻烦您了，刘总需要静养。对了，医生，今天的病历麻烦写清楚，患者情绪不稳，建议暂停提审。接下来你什么都别说，闭眼躺着。检察院的人下午会来问话。我能扛住。周总，你看新闻，刘建国在拘留所自杀了，说是用床单勒脖子没死成。他自杀，装的吧？这种人会舍得死？不管真假，舆论要变了。陈律师，看到新闻了吗？看到了，这不是自杀，是战术。张律师在打2张牌，第1张把焦点从刘建国犯罪转移到网络暴力，第2张为庭审做铺垫，主张激情犯罪、精神失常，从轻判决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等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我已经让助理去调监控了，同时找人接触刘建国通奸室的人。如果有人串供或者伪造，一定有破绽。那个御医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张律师在司法系统里人脉很深，但这次的事儿太大，不是1-2个人能压住的。你那边也注意安全。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刘建国的辩护律师郑律师，以及资深心理专家孙教授。郑律师，刘建国在拘留所自杀未遂，您作为他的辩护律师，怎么看这件事？说实话，我昨晚一夜没睡。我代理过很多案子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当事人在拘留所里试图结束生命。他有错有罪，我从不否认这一点。但罪不至此，周成通过网络直播、买热搜、煽动人肉搜索，对刘建国进行了一场长达2周的人格绞杀。这不是法治，这是私刑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持续的舆论羞辱确实会诱发自杀行为，但前提是当事人本身具备一定的道德敏感。这正是我想说的。刘建国不是冷血罪犯，他是一个犯了错但依然有羞耻心的普通人。这一点，我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。您认为法庭应该怎么处理？我请求法庭对刘建国进行精神状态鉴定，并充分考虑他在羁押期间的自杀行为。一个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主观恶性已经大大降低。这不是预谋犯罪，而是激情犯罪，是一念之差，不是蓄谋已久。老马，有人让我带话。刘总的案子，你出去以后别乱说话。这是5万块定金，尾款5万，等你管住嘴再给。回去告诉刘总，我老马在道上混了20年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你谁啊？我是记者，听说你刚从拘留所出来，跟刘建国同一个监室。不认识，你找错人了。这是你吗？别急着走，我不是来害你的。
刘建国是不是在监视里吹嘘过，他的自杀是演的？你听谁说的？我有人。拘留所的清洁工听到你们监视晚上聊天，他还说你当时接了一句“高”，实在是高。那又怎样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这是2万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说了什么，不用你出庭，不用你作证，就当聊天。姓刘的确实说过，那天晚上他把床单撕成布条，27分钟一次巡查，说到第5步松手，死不了。第2天回来还跟我们炫耀，我这叫策略，舆论最吃这一套。你确定他原话是这样？我拿人头担保。他还说，等出去了，给同监室每人发1万红包，让大家帮他保密。那你为什么还告诉我？红包？他给个屁！他找人带话让我闭嘴，才给5万。5万就想买我老马的嘴，太便宜了。谢谢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会再联系你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不用我出庭？暂时不用，但如果需要，我会再加钱。周成，我找到人了，刘建国同监室的，叫老马，他亲耳听到刘建国自杀是演的，还录了音。真的？他愿意作证吗？现在还不愿意，他怕报复，但至少我们有了录音，可以作为线索，让陈律师去申请调查。好，我马上联系陈律师。刘建国，你这次翻不了身了。这份录音不能直接作为证据，老马不愿意出庭作证，录音的取得方式也有问题。王记者，严格来说，这属于偷录。我知道，但内容是真的。老马亲口说的，刘建国在进拘留所之前就跟他们几个心腹交代过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就用自杀这一招。那我们就这么干瞪眼？不，这份录音给了我们2个明确的方向。第一，调取拘留所那几天的完整监控，如果刘建国是假自杀，他撕床单、系绳结的动作一定不连贯。第二，申请法医对刘建国的勒痕重新鉴定，如果是假自杀，勒痕极浅，位置偏上，缺乏持续压迫的痕迹，这些都可以通过法医鉴定还原。那老马呢？他就这么算了？老马虽然不愿意出庭，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张牌。我们可以向法庭提交证人名单，申请传唤老马。如果出庭，他不敢在法庭上撒谎，伪证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那就这么办。陈律师，监控的事儿你抓紧。这个案子走到这一步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了。对方律师把舆论战、心理战、法庭战术全都用上了。我们手里这张假自杀的牌，一定要打中。郑律师，张教授的资料到了，他下午3点前要确认。这个张教授靠谱吗？我是说，他在镜头前能不能压得住？他上过省电视台的《法治天下》和《社会观察》，一共7期节目，观众反响不错。他要多少钱？出场费3万。3万就3万，让他上节目，就说刘建国是被网络暴力逼到精神崩溃的典型，呼吁法庭从轻处罚。明白。播出平台呢？卫视晚上10点那档法制节目，收视率虽然不如黄金档，但受众层次高，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这个圈子看得多。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联系一下节目组，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个受害者家属坐在观众席上。明白。老马，听说你找记者了，你长本事了啊？你们谁呀？放开我！我喊人了啊！刘总说了，管好你的嘴。你要是敢出庭作证，下次就不只是打1拳了。你妈住哪个小区？牡丹区康庄路那个老小区，门牌号我们都查过了。老太太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买菜。
你们别动我嘛！只要你闭嘴，没人动他。王局长，他们找到我了，刚才在巷子里堵我、打我，还知道我在老家的地址，我妈住哪个小区、几号楼、几单元，门牌号都背出来了。我不能作证，对不起。老马，你在哪儿？我马上报警！你别说不能作证，你越怕他们越来。报警没用，他们就是刘总的人，我拿什么跟他们斗？陈律师，老马跑了，被刘建国的人威胁关机了。我猜到了，郑律师不会让证人活着出庭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老马的证词，怎么证明刘建国的自杀是演的？我还有别的证据，法院调查令下来了，我拿到了拘留所那几天的完整监控，虽然角度不好，但能看到一些东西。另外，法医鉴定报告也出来了，勒痕极浅，皮下无出血，颈动脉无损伤。这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他悬挂时间极短，如果是真上吊，至少悬挂15秒以上才会有明显勒痕，而狱警从他踢翻床板到冲进去只有几秒钟，这说明他在等狱警。好，我写报道，把法医报告和监控时间线结合起来，让舆论明白这是一场表演。张教授，从心理学角度，您怎么分析刘建国自杀这件事儿？这是一个典型的被逼到绝境的应激反应。长期的网络暴力、舆论压力会导致人的心理防线崩溃。刘建国虽然有错，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。张教授说的对，刘建国的自杀未遂，证明他已经精神崩溃。这种情况下，法庭应该考虑从轻处罚，比如缓刑或者3年以下。那张教授，您认为网络暴力应该怎么治理？这个问题很复杂。首先，我们要区分舆论监督和网络暴力。小刘，查一下这个张教授的底细。好。王哥，查到了，这个所谓的张教授根本不是心理学博士，他的博士学位是野鸡大学买的。真的？你看，这是他毕业的美国加州大学，实际上是加州一家野鸡培训机构，花5000美金就能买到博士文凭。他也没有国家认证的心理学咨询师资质。好啊，郑律师，你连假专家都敢抢。主编，我挖到一个大料，刘建国的律师花钱雇了一个假专家上节目。对，野鸡大学的博士，我马上写，明天见报。法医的结论写得很清楚，勒痕极浅，环绕颈部的压迫痕迹不完整，颈部肌肉和软组织无明显出血，甲状软骨无骨折，这与自缢死亡的典型特征完全不符。从撕传单到被发现，前后只有6分钟。真自杀的人，从系绳到失去意识，至少需要2到3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刘建国根本没有自杀的时间。那老马失踪了，会影响吗？不影响，法医报告是客观证据，不需要证人；监控是技术证据，也不需要证人。老马的作用是给我们指明调查方向，现在方向找到了，证据链也闭环了。你记住，明天我不需要你发言，你坐在旁听席上保持安静。郑律师一定会想办法激怒你，只要你当庭发火，明天的新闻标题就变成周成庭审失控。他打的永远是舆论牌，我们不能接招。我明白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你确定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明天见报。行，我来安排。怎么了？王记者那边也挖到了料，刘建国请的那个上电视的心理专家张教授，他的博士学位是境外一所没有正规认证的机构发的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的。那电视台的节目呢？节目已经播出了，撤不回来。但现在舆论会彻底导向我们。一个花钱买文凭的专家给刘建国站台，说他是被网络暴力逼到精神崩溃的典型，这本身就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。这个张教授，你不是说查过了吗？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我查过了，我确实查了，他有博士文凭，还有电视台的录影合同，
我没想到那个学校，野鸡大学的博士也算博士，3万块钱请回来一个假专家，现在全网的媒体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明天庭前会议，无论如何要把激情犯罪的请求保住。你去联系电视台，让他们把那个节目的所有网络回放撤下来，包括短视频平台的切片，一个不留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另外，联系一下张教授本人，告诉他，如果他敢对媒体乱说话，我们会追究他提供虚假资质骗取委托的法律责任，让他自己想办法消失几天。郑律师，那个张教授，我说消失，听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周成，你够狠。明天庭前会议，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该做的都做了。陈律师把证据准备好了，法医报告、监控截图，还有王记者那边挖出来的假专家，剩下的交给法律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和小虎都在你身边，就算官司输了，我们也能抬起头。爸爸，明天能把坏人抓起来吗？我们幼儿园老师说，坏人要坐牢的。快了，爸爸答应你，快了。等坏人受到惩罚了，爸爸带你和你妈去吃大餐，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今天召开庭前会议，主要讨论证据交换和争议焦点。首先，辩护人有什么申请？我请求法庭对刘建国进行精神鉴定。我的当事人在拘留所自杀未遂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，不适合接受审判。审判长，我提交一份法医鉴定报告。根据对刘建国颈部勒痕的技术分析，勒痕极浅，皮下无出血，颈动脉无损伤。法医结论是，这是一场表演性自杀。法医的签名和盖章都有。有。鉴定机构是省公安厅指定的第三方。审判长，我反对，这份报告不能证明什么。刘建国自杀未遂，是因为狱警及时赶到，并不是他不想死。那你怎么解释时间线？狱警从走廊走到刘建国拘留室门口需要12秒，而刘建国踢翻床板的声音正好在狱警到达前3秒。他在等狱警。这是拘留所走廊的监控截图，时间戳显示刘建国踢翻床板的瞬间，狱警已经走到门口。这不是巧合，是精心计算。巧合而已。一次是巧合，2次也是。刘建国在同监室的人面前吹嘘，27分钟一次巡查，数到第5步松手，死不了。这段录音虽然证人不愿意出庭，但已经足以作为线索。辩护人，你的激情犯罪减刑要求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庭不予支持。继续准备开庭，择日正式审理。怎么样？郑律师的激情犯罪请求被驳回了。法庭不认刘建国的自杀是精神崩溃，反而采信了法医的报告。太好了，但别高兴太早，正式开庭才是真正的战场。到时候，刘建国会亲自出庭，郑律师也会拼死一搏。你要做好准备。我明白。法医报告，他们怎么拿到的？不怕，我还有郑律师。开庭那天，我只要演好被逼到绝路的可怜人，法官会心软的，舆论会帮我的。陈律师，开庭那天我要出庭吗？要。你是关键证人，检方已经把您列入证人名单了。如果您不出庭，检方可以申请拘传。主动出庭和被动出庭，在法官眼里的分量完全不同。我怕刘建国看我的那种眼神。张薇，你之前答应过会说出全部真相，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你在法庭上说真话，法官会考虑从轻；如果你翻供，后果更严重。我这1个月在里面，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些事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他说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表情，我都记下来了。我怕我有一天会忘掉。
忘掉了就真的说不清楚。这是我们之前对过的证词要点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过刘建国给你50万，20万定金，30万尾款。记得，20万定金是现金，在我租的房子衣柜顶上的鞋盒里。30万尾款他没给，因为周成没有彻底翻不了身，他就不付了。好，开庭那天我会保护你，检方的公诉人也会保护你，你只要如实说，剩下的交给法庭。我听说张威要出庭作证，他能指认我？他凭什么指认我？他自己也拿了钱。他可以，但他的证词不一定有用。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，欠赌债、整容贷款不还、伪造证据。这种人说的话，法庭不会全信。那万一法官信了呢？万一陪审员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呢？这年头，弱者说的话大家都爱信。所以我们在庭上要攻击他的可信度，这是标准战术。我会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说出真相？是不是周成或者陈律师答应给你减刑？你是不是想用揭发别人来减轻自己的罪责？这些问题，他只要有一个回答的不干净，他的证词就会大打折扣。他能扛住吗？那个女人胆子小，一下就哭。扛不住也得扛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如果他说出真相，他还能争取减刑；如果他翻供，他得自己坐牢。你不用担心他，你只需要担心你自己。开庭那天你给我坐直了，别低头，别心虚，你是被冤枉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张威，你确定要录这个视频？一旦录了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刘建国的人会看到，他的律师会在法庭上拿这个视频说事。确定，我要在开庭前把所有真相说出来，这样就算我在法庭上被吓得说不出来，大家也知道真相是什么。我欠周成的，不能再欠了。好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用着急，录到你满意为止。我叫张薇，就是那个诬陷周成的女人。网上那段视频，我坐在镜头前哭，说周成把我推下水，说周成强奸我，全是假的。周成救了我的命，我却反过来说他强奸我，是刘建国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他找到我，说只要我帮他搞垮周成，他就给我50万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弥补不了。周成被我害得进了看守所，是公司垮了，工人们拿不到工钱。但我希望周成能原谅我，我希望法庭能还他清白。好，录完了，这段视频我会在开庭前一天发出去，到时候全网都能看到。好，发吧。王哥，这段视频发出去，刘建国那边肯定疯了。他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专家买舆论，一夜之间全白费了。所以要在开庭前一天发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他们没时间组织反击，没时间买新热搜来压。消息一出来，所有媒体的头条都会是这个。喂，王记者，是我，老马，我想通了，我要作证。老马，你在哪儿？你现在安全吗？刘建国的人威胁我，打我，还威胁我妈。我躲了好几天，宾馆不敢住，手机不敢开。但我越想越气，凭什么他们能这么欺负人？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我在成都汽车站，你快来，我怕他们找到我。你等着，我20分钟就到，找个显眼的地方站着，别去人少的地方。王哥，要不要报警？先接到人再说，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报警。老马，你没事吧？你眼角怎么了？前天晚上在宾馆有人敲门，我没开。后来我透过猫眼看，2个人站在门口，站了10分钟才走。我翻窗从消防楼梯跑了，跑的时候撞了一下墙。报警了吗？报了有什么用？我又没看清他们的脸。再说他们又没进来。好，先不说这些，我送你去陈律师那里，他是律师，知道怎么保护证人。到了他那里，你就不用怕了。我不能再躲了。刘建国那个王八蛋，把周成害成那样，还要把我往死里逼。我要作证，把他干的事儿一件一件说出来。假自杀是他自己设计的，心理专家是他花钱买的，打我的人也是他派来的。上车再说，把你知道的所有事儿在路上全告诉我。老马，你真的愿意出庭作证？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愿意。姓刘的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好，我会向法庭申请你作为证人，但你要知道，出庭作证之后，
刘建国的人可能会报复你，你之前被打过，他们知道你老家的地址。我怕什么？我老马什么没见过，大不了换个城市生活。填了这份证人保护申请书，法院会根据情况向你提供保护，包括临时变更住址，必要时安排警力护送。这是不好了，王记者那边发了张威的毁测视频，全网都在转，发了不到1小时，播放量已经破200万了。什么？是刘建国指使我这么做的，他给了我50万，让我假装溺水。这个疯女人，她不想活了，她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现在舆论彻底倒向周成了，热搜第一后面跟着痱子，各大媒体都转发了，电视台也在滚动播报。我们之前联系的那些自媒体，有好几个已经倒戈了。开庭还有3天，不怕，我不怕。他的话没人信，他是个骗子，有前科的骗子，法官不会信他的。现在开庭，传被告人刘建国到庭。公诉人，请宣读起诉书。被告人刘建国涉嫌诬告陷害罪、诽谤罪、商业欺诈罪、妨害作证罪、行贿罪，共计5项罪名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请求依法判处。审判长，我反对，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，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。辩护人，你的意见可以在质证环节发表。现在，请公诉人出示证据。这是刘建国转账50万给张威的银行流水，时间是3天。这是张威的证词，详细描述了刘建国如何收买他，伪造溺水。这是刘建国公司的内部账目，记录了行贿、转移资产、伪造合同的完整证据链。审判长，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可以伪造的，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转账，不能证明转账的目的。张威的证词，一个有前科的人说的话，能信吗？审判长，辩护人在试图混淆视听，银行流水加上张威的证词，再加上聊天记录，3条独立的证据链，指向同一个人。刘建国骗了周成。辩护人，你的质证意见本庭已经记录，继续。现在传证人周成到庭。证人，你要如实作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周成，请你描述一下事发当天的情况。那天下午，我从工地出来，看到河里有人在挣扎，我没多想，就跳下去把人救上来了。上来后，我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他醒了，然后指控我侵犯他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我8岁的儿子经常问我，爸爸，如果看到有人掉河里，要不要救？我每次都回答，要，一定要救。如果我那天不救，我以后没脸面对我儿子。谢谢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周成，你说你不认识张威，那你为什么会在事发前1天出现在他住的小区附近呢？我这里有一份监控截图。反对，辩护人提出的证据没有提前交换，违反程序。辩护人，你这份证据是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昨天刚拿到的，这是新证据。休庭15分钟，双方交换证据。这是郑律师刚提交的新证据，一张监控截图，说是你在张威小区门口出现过的画面。你看这个人像你吗？不是，这个人穿的是一件黑色冲锋衣，我从来没有这种衣服。你是说这不是你？不是，我可以现场量身高，可以调我所有的购物记录。这件黑色冲锋衣我从来没有买过，也没有人送过我，这个人绝对是假的。我让技术科做一下人像比对，身高、
体型、衣服细节，一对比就出来了。这种低分辨率的截图放大之后失真严重，反而更容易暴露伪造痕迹。继续开庭。辩护人，你提交的新证据监控截图，证人当庭质疑其真实性。你对这个质疑有什么回应？证人当然不会承认。一个被指控的人面对对他不利的证据，第一反应永远是这不是我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不能作为否定证据的理由。审判长，我申请对这张监控截图进行技术鉴定，理由有二：第一，截图中的男子身高目测不足170厘米，而我的当事人身高178厘米，相差近10厘米，肉眼可见。第二，截图中的男子穿着黑色立领冲锋衣，而我的当事人从来没有购买或者穿着过此类服装。截图角度问题，身高看起来会不一样。至于衣服，一个人穿什么衣服又不是固定的。我可以提供周成过去3年的全部购物记录的所有消费明细，上面没有一件黑色冲锋衣。控方认为技术鉴定是必要的，既然辩方提交的证据存在真伪争议，当先解决证据资格问题，再讨论证明力。同意技术鉴定，这张截图暂不作为证据使用，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采纳。好的。那张截图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找人合成的，花了2万。那个修图的说，他的技术在圈子里排得上号，绝对看不出来是 P 的。绝对？你听听陈律师刚才在法庭上怎么说的，他要做技术鉴定。那怎么办？想办法撤下来。就说是提交错了，把另外一张案子的截图混进来了。这个理由虽然丢人，但比等技术鉴定出来被当庭揭穿强100倍。你处理就行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把那张截图撤了。对，就是刚才提交给法庭的那张。想办法，就说是助理搞错了，不然我的一世英名都要毁在这儿了。继续开庭。辩护人，你的新证据，技术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撤回这份证据。是我的助理搞错了，这张截图不是周成，是另一个人。审判长，什么？辩护人先是提交伪造证据，现在又撤回，这种行为严重干扰法庭审判。辩护人，本庭警告你一次，如果再提交伪造证据，本庭将追究你的责任。是。现在传证人老马到庭。证人，你要如实作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老马，你和刘建国是什么关系？同监室，他睡下铺，我睡上铺。刘建国在拘留所自杀那天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那天晚上，他把床单撕成布条，一边撕一边念叨：27分钟一次巡查，数到第5不松手，死不了。第2天回来还跟我们吹嘘，我这叫策略，舆论最吃这一套。什么？反对，证人在撒谎。反对无效，证人继续。他还说，等出去了，给同监室每人发1万红包，让大家帮他保密。他的自杀就是演戏，为了博同情。你撒谎！我没有说过，你是周成派来诬陷我的。被告人坐下。他是假的，他的证词不能信，他收钱了。法庭，控制被告人。被告人，本庭再次警告你，如果再扰乱法庭秩序，本庭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现在传证人张威到庭。张威，你要如实作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张威，请你描述一下你和刘建国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欠了赌债，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。他说有个活让我干，干完就给50万，让我假装溺水，然后等有人来救我的时候，就说他把我推下水的，还说他在水里非礼我。你知道救你的人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以为是随便一个路人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叫周成，是一个包工头。他救我的时候自己差点呛死。刘建国是怎么威胁你的？他威胁我，如果我敢说出去，就动我妈。我妈有心脏病，住市医院。他说他知道。畜生！谢谢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张威，
你说刘建国威胁你，那你为什么不在被威胁的第一时间报警？我怕。怕？你欠赌债、整容贷款不还、伪造证据的时候，怎么不怕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错了，你现在说错了，是因为周成答应给你减刑吧？你出庭作证，是不是有人给了你好处？反对，辩护人在诱导证人。辩护人，注意你的问话方式。现在，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。我承认，我给张伟转过钱，但那不是收买他诬告，是借款。他欠赌债找我要钱，我出于同情才借给他的。放屁！我没有指使他诬告周成，是他自己干的。他出事后害怕了，才把责任推给我。我是一个商人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坑过任何人。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已经表达了悔意。审判长，我请求当庭播放拘留所监控录像。这是事发当晚走廊的画面，可以清楚看到时间线。这是刘建国拘留室门口的走廊，时间是晚上23点27分03秒。狱警从走廊东头出现。23点27分12秒，刘建国踢翻床板的声音传出。23点27分15秒，狱警到达门口。从踢翻床板到狱警到达只有3秒。如果刘建国真的是自杀，他不可能在3秒内完成上吊、踢翻床板这一系列工作。唯一的解释是，他在等狱警，等他们快到了才自杀。审判长，监控只能证明时间线，不能证明刘建国是故意的，也许是巧合。巧合？那法医鉴定呢？勒痕极浅，说明悬挂时间极短。如果是真上吊，至少悬挂15秒以上，而刘建国只挂了3秒。法医结论，不符合自缢死亡的典型特征，这分明是一场表演性自杀。辩护人，你对法医报告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申请重新鉴定，这份报告可能有误。审判长，法医鉴定机构是省公安厅指定的第三方，具有法律效力。辩护人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，只是空口质疑。本庭认为法医鉴定报告程序合法，结论明确，予以裁定。辩护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支持。你在陷害我！你跟周成是一伙的！你们合起来骗我！我没有自杀，我是真的想死！你们凭什么说我是演的？被告人坐下。我不做，我没有罪。是周成，是他自己设计好的。他找人救我，然后让张伟诬陷我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冷静！他撒谎，张伟在撒谎，老马在撒谎，周成也在撒谎，你们都在撒谎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肃静，将被告人带下去。本庭宣布休庭，择期宣判。我没有罪，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，我不会坐牢的。陈律师，辛苦了。今天的自证环节非常扎实，尤其是法医报告和监控时间线的比对，逻辑很清晰，应该的。证据本身过硬，我只是把它们按顺序排好。爸爸，坏人被抓走了吗？他不会再欺负你了吧？快了，法院会判的，爸爸答应你，快了，这次是真的快了。周总，你受苦了，兄弟们都知道，你是为了我们才扛到现在。小伙子，我活了70多年，见过不少人，你是好人，好人有好报，这话我信了一辈子，没错过。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，监控时间线加法医报告，刘建国在庭上那个样子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他彻底没戏了。还没完，择期宣判，中间至少还有1周到2周时间。这段时间里，郑律师可能会申请延期审理，或者以刘建国的身体状况为由，请求取保候审，再不济也能申请补充新的证据。这些程序上的拖延手段，他一样都不会落下。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张威的悔罪视频已经全网发了，播放量破了3000万，热搜挂了快1天了，评论区一边倒，全在支持周成。刘建国那边之前买的那些水军和专家，现在一个都冒不出来。舆论是重要，但法庭不是舆论场。我今天在庭上注意到一件事，刘建国最后那个状态已经不像是演的了。他低着头，
肩膀在抖，不是害怕的那种抖，是一种，怎么说呢，像是整个人在往下塌。你是说，他是真的崩溃了？一个绝望的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代理过不少案子，见过被告人在庭审阶段表现得平静如水，宣判前一晚突然自残的，也见过当庭翻供、当庭攻击律师、当庭威胁证人的。刘建国现在的状态，比那些人更危险，因为他不是在演戏，他是真的没有退路了。你是说，保护好周成和他的家人，宣判之前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你是做媒体的，接触的人多，帮我多留意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明白。周成，你对今天的庭审结果怎么看？刘建国在庭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已经认罪了？法庭还没有宣判，但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。刘建国是不是有罪，不是我说的算，是法律说的算。说的有道理啊！你对张威出庭作证有什么想说的？他在法庭上哭着说对不起你，你当时是什么感受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，我原谅他。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能不能站出来承认。他站出来了，这就够了。郑律师，宣判之后我们上诉吗？上诉？你觉得上诉能赢吗？法医报告监控录像，2个证人张威出庭了，老马也出庭了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输了，我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。那我们还准备什么？上诉材料还要继续写吗？准备量刑辩护吧，争取少判几年。刘建国虽然混蛋，但我是他的律师，该做的还是要做。收了人家的钱，就得把活干到最后。刘建国，你太贪了，你要是当初少贪一点，少害几个人，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爸爸，今天法官叔叔说择期宣判是什么意思？择期是什么东西？择期就是选择一个日子。法官叔叔说，过几天再告诉我们结果，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可能是下个星期。那坏人会坐牢吗？小虎，爸爸不能保证坏人一定会坐牢，但是爸爸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爸爸，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。你说你跳下去救人是怕没脸面对我。爸爸，你是英雄，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见义勇为的人。我看到有人掉水里，我也要跳下去救。好，但要记住，先保护好自己，再保护好别人。刘建国他肯定不会甘于认命，在尘埃落定之前，我们都不能松懈。周总，你先下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等我把这排砖砌完。你下来就知道了。好事儿。怎么了这是？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。周总，兄弟们凑的不多，一共43600，你先拿着，把房贷还上，别让银行把房子收走了。你别嫌少，上个月的工钱还没发，大家手头都不宽裕，但你的房子不能断供，那是你老婆孩子的家。兄弟们，我不能要你们的钱。什么能不能要的？你跟刘建国打官司，花了不少钱吧？你在外面跑的时候，我们干活没偷懒，等你拿回公司了，再把钱还给我们不迟。周总，我跟了你8年，8年前我刚从老家出来，是你收留的我。行，我先拿着，等公司回来了，我连本带利还给大家。行了行了，干活干活，下午还有2车砖要卸。郑律师，宣判还有几天？就快下手。我不能就这么坐牢，9年出来我50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所以我们要做最后一步。我联系了一个自媒体团队，专门做舆论反转的。明天他们会发一篇长文，标题叫《谁在操纵舆论？周成案背后的真相调查》。什么内容？内容是我们准备好的。第一，质疑张威的悔罪视频是被胁迫录制，周成通过律师承诺给他减刑，作为交换。第二，曝光周成与某位主审法官的私交，这张牌是假的，但不需要真，只要能拖慢判决进程，我们就有了操作空间。法官那条会不会太冒险？冒险？你现在什么处境？不冒险就是9年。那老马本人呢？他还在作证，
光靠录音不够。我已经让人去找老马的家人了，不是威胁，是谈判。如果他愿意翻供，给他50万。他能答应吗？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他一个小人物扛不住的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小刘，过来看。王哥，这篇文章在说张威是被胁迫才作证的，还说周成跟法官有关系。不止这些，你看这里，他们对老马的录音做了独立声纹鉴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别急，这篇文章刚发出来，阅读量还不到5000，他们肯定要买热搜。我们需要找到破绽。陈律师，你看到那篇文章了吗？我看到了，那个所谓的第三方鉴定机构，我查过了，今年3月刚注册的公司，注册资本10万，法人代表是郑律师的远房亲戚。真的？真的。他们的鉴定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材料。好，那老马那边呢？他们会不会去找老马？已经去找了，老马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人找到他老家的地址，跟他母亲谈了谈，老太太70多了，吓得血压飙升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刘建国这是又拼了。拼就拼，他越拼，判决下来的时候越没有翻盘的机会。刘建国，你这是最后一口气。这个所谓独立鉴定机构的资质，我昨晚已经核实过了，他们根本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。那为什么郑律师还要做这种事？他不需要这份报告真的被采信，他只需要在判决前制造争议。只要舆论上有了周成的录音可能是假的这个说法，法院就会更谨慎，甚至会延期宣判。那我们就这么等着？不得，我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紧急申请，请求郑律师提交的鉴定报告进行当庭质证。同时，我申请加快宣判进程，理由是被告方正在通过舆论干扰司法。老马发来的，他母亲被吓得不轻，但他本人没事。他说他愿意接受媒体采访，把刘建国派人威胁他全家的事说出来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安排。采访出来后，那篇造谣文章就不攻自破了。周律师，出事了！陈律师那边向法院申请了紧急质证，要求对我们的鉴定报告进行当庭审查。我知道。还有老马那边，他不肯收钱，我们的人跟他谈了2个小时，他死活不松口，说要翻供可以，拿200万来。200万？他疯了！他说他知道刘总出不来了，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200万不可能，但可以给他50万，外加一套小县城的房子。你去谈，底线是100万，再多免谈。那如果他还不答应呢？不答应就算了，我们还有别的牌。那篇文章的热度还在涨，只要舆论不乱，法院不敢轻易判。老马，你不用紧张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这段采访不会完整播出，我们会剪辑，只播你能说的部分。我今天下午又接到电话了，不是威胁，是谈生意。他们说要给我50万，再加一套房子，让我翻供。说我在法庭上说的话都是周成教我的。你答应了？没有，我妈知道以后骂了我一顿。她说：“儿啊，你不能做亏心事儿，你做了亏心事儿，我死了都闭不上眼。”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怕刘建国出来以后找我算账，但我更怕我妈看不起我。我跟刘建国住一个监室的时候，他在里面吹牛，说外面的人什么都听他的，我不信，现在我也不信。老马，你做得对，这段采访播出去以后，刘建国的人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不是因为他们心软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说真话。关于刘建国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？今天要把判决书的初稿定下来。证据链是完整的，银行的流水、聊天记录、张威的证词、老马的证词、法医鉴定报告、拘留所监控，6条证据线全部指向同一个事实。我倾向于数罪并罚，8年到10年之间。但被告方这2天在舆论上动作很大，那个所谓的鉴定报告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但如果判决太重，
可能会被舆论解读为受到周成方面影响。舆论是舆论，法律是法律。我们判的是刘建国有没有罪，该判多少年，不是判周成有没有道德瑕疵。法医报告清清楚楚，监控时间线明明白白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争议。好，那就按9年写，7项罪名合并执行9年。张威那边有自首和立功，判1年6个月，缓刑2年。散会。法院那边已经定了，判决书在写了。多少年？9年，数罪并罚，合并执行9年。上诉呢？上诉能减吗？很难，这个案子的证据链太完整了，上诉庭不会推翻一审的事实认定。我能做的是在刑期上争取，但希望不大。9年，出来我50了。刘总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当初如果只拿公司不搞张威那出，现在可能已经没事了。你太贪了。 9年，够长了。够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刘建国刚跟我合伙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他请工人吃饭，会把自己的肉夹给工友。他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钱多了，心就变了。不是钱，是他觉得他可以随便欺负人了，欺负供应商，欺负工人，欺负我。他觉得没人能把他怎么样。快了，后天宣判，等法院的锤子敲下来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结束后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把公司拿回来，把欠工人的钱还了，然后好好过日子。刘总，我是清白的，你心里清楚，那些账目是你让人做的，你不给我活路，我只能走这条路了。你爱跳不跳？我忙着呢。老张，你别找我，不是我害的你，是你自己跳的，你自己选的，我没让你跳。刘总，老张从20层脚手架上跳下来了，人没了。知道了，家属那边该赔多少赔多少。李老大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。明天结束。周成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伙，今天爸爸可能会哭，到时候你帮他擦眼泪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继续开庭。本案经过庭前会议、证据交换、庭审质证，现已审理终结。本庭将当庭宣判：被告人刘建国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；犯诽谤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；犯商业欺诈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；犯妨害作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；犯行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；犯伪造证据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数罪并罚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。被告人张威犯诬告陷害罪，鉴于其有自首、立功表现，认罪态度良好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。现在宣布退庭。9年。他晕过去了。有呼吸，应该是血压突然升高晕厥了。周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我接受不了你做的事。我知道，我做再多都弥补不了。9年算是顶格判了，证据太硬，对方律师再怎么折腾也没用。刘建国上诉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改判的希望几乎为0。
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，我走不到今天。别谢我，我只是做了我的工作。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我。上诉状我已经提交了，理由是事实认定不清，量刑过重。能改吗？很难，二审一般是书面审理，除非有重大事实错误或程序违法。这个案子没有。那为什么还要上诉？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工作？你收了我300万，就告诉我很难？刘总，我收了你300万，帮你把案子从可能12年的罪名打到了9年。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换了别的律师，你连这个数都拿不到。上诉庭开庭的时候我会出庭，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。我建议你开始准备服刑的事儿。9年不算短，但也不是一辈子。兄弟们，判决下来了，9年。刘建国上诉了，但改不了。公司从今天起回到我手里了。这是我欠大家的工资明细，从去年8月到现在，一共97万3600块，一分不少。周总，你哪来的钱？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又跟银行贷了50万，加上之前的积蓄，够了。周总，你老家那房子不是你爸妈留下来的吗？是，但我爸妈当年修那房子的时候，就是想让家里人过好日子。现在我的兄弟们过不好，那房子留着也没意思。周总，我以后跟你干，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周总，我们不走，公司还是你的公司，工地还是我们的工地。对，不走。心疼吗？心疼，那是我爸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爸要是知道我用那房子换来了30几个兄弟的生计，他不会怪我。等公司走上正轨了，我们再买回来。哪有那么容易？那房子在老家的镇上，人家买去了就不会卖了。那就重新盖一栋，更好的一栋。好，重新盖一栋。2审庭审查明，1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刑适当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本庭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，退庭。丽丽，周总，说两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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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两句啊。哦，第一句，这栋楼封顶了，是我们30多个人一起干的。第二句，下一栋楼我们还一起干。等这栋楼卖出去，我们就把欠工人的奖金也发了。还有奖金？当然有，干得好就有奖金。基金会的注册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
初始资金50万，全部来自你个人。这个数字虽然不大，但作为启动资金够了。第一笔援助准备给谁？我这边有个线索，省城一个大学生，上个月在公交车上抓小偷，被小偷同伙打了，他报了警，结果小偷反咬一口，说大学生打人。现在大学生被学校处分了，小偷倒没事儿。又是这种，太典型了，见义勇为反而被诬陷，跟你的案子一样。那就定这个基金会的第一笔援助，帮这个大学生打官司，需要的律师我来安排，费用从基金里出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几个月前，我因为救一个人被关了3天，我老婆差点跟我离婚。我儿子在学校被人打，那时候我觉得这世上好人没好报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不是好人没好报，是好人在遇到坏事的时候，需要有人帮他们一把。这个基金会就是帮好人一把的那个人。小李同学，你的案子我们会帮你打官司，你不用谢我。以后你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搭把手就行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周成先生来给同学们讲讲什么是见义勇为，大家欢迎。几个月前，我在河边救了一个人，救完以后，那个人反过来说我强奸他，我被拘留了3天，公司差点没了，老婆孩子受了很多委屈。有人问我，你后悔吗？后悔去救那个人吗？我说不后悔，因为救人的那一刻，我不知道他会诬陷我，我只知道河里有人在挣扎，在喊救命。如果我当时没跳下去，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。见义勇为不是要你当英雄，是要你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不要假装没看到，但也要记住，先保护好自己，再保护好别人。这是我对你们唯一的建议。在里面还好吗？还行，每天做工、吃饭、睡觉，比想象中好过。儿子问过你几次？我告诉他你出差了。别说我在里面。公司已经关了，法院拍卖了大部分资产，你之前转移的那些钱，有一部分被追回来了。丽丽，我对不起你。别说这个了，我带了点东西，吃的，还有几件换洗衣服。狱警说检查完会给你送进去。我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你认识这个人？不认识。哦，我看你盯着看了好久。周成，你赢了。这办公室比之前那个小多了。小点好，够用就行。爸爸，你看我盖的房子，不错，比我盖的好。以后我要当建筑师，盖很多很多房子。好，爸爸等着住你盖的房子。老刘，听说你以前是大老板？做什么的？建筑。那你会看图纸？隔壁监区有个活，说是监狱要扩建，需要人看图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我能去。可以申请，表现好的能给减刑。好，我去申请。你提交的申请通过了，下周1开始，你去新的工作区域报道，好好干，争取减刑。谢谢警官。你以前干建筑的，那你教教我呗，我也想申请去工地，比在车间强。行，晚上收工后我教你。这里，地下车库的入口，图纸上标的是6米，但实际开挖的时候要注意，地下有管线，
要提前联系市政。明白。周总，笑啥？没啥，就是想起来，去年我在那台搅拌机旁边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去河边救人了。你这一救了半年，半年，值了。爸爸，今天放学你能不能早点来接我？我想去书店买一本画画的书。行，几点放学？4点半。好，爸爸4点20到。爸爸，以后你还会救人吗？会，但会先保护好自己，再保护好你们。嗯，那就好。爸爸，拜拜。拜拜，好好上课。周小虎，你爸又送你来了。我爸电动车可快了。大姐，您别急，慢慢说。我儿子上个月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人偷手机，就喊了一声，结果那个小偷下车前踹了他一脚，他从车门摔下去，腿骨折了，现在医药费花了3万多，小偷跑了，公交公司是说跟他们没关系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您儿子现在在哪家医院？市人民医院骨科。这个案子我们接了，医药费的事儿您先别急，我们帮您跟公交公司谈，如果谈不下来，就走法律程序。谢谢你们。大姐，不用谢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爷爷，你还记得去年那个叔叔吗？就是掉进河里又被救上来的那个。记得。老师说他是英雄。他不是英雄，他是个好人。英雄是电影里演的，好人是真真切切帮人的。爷爷掉倒了。晚上回去给你炖汤吃。王哥，你还在写周成的后续？不是写他，是写像他一样的人。这个稿子发出去，希望能帮到更多遇到类似情况的人。周成那个案子啊，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。现在网上再有人发见义勇违反被讹的新闻，评论区不再是一边倒骂受害者了。改变一点是一点。做媒体的，不就图这个吗？张薇，这批衣服是捐给山区小学的，你帮忙清点一下数量，够不够50件？好的。你最近状态好多了，刚来的时候天天不说话，一个人坐在角落里。那时候心里有事儿。现在呢？现在好多了，每天做点事，心里踏实。妈，吃饭了。今天义工站忙不忙？还行，整理了一些旧衣服，明天要寄给山区。你瘦了，多吃点儿。
为者法律援助基金宣布，已为7起因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。那个人是好人。你看，这里是承重墙，钢筋要加密。这里是构造柱，间距不能超过3米。哦，那你以前盖的楼都是按这种图盖的？差不多，但商品房的标准比监狱高多了。监狱的墙厚，但钢筋少。你知道的挺细。干20年了，能不知道吗？老刘，你还在看那本书？上诉都驳回了，还看啥？看看，总得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你错哪儿了？错在以为有钱就能摆平一切。这里的水管走向有问题，会和消防管道打架。你看看，还真是。得改，我回去重新画。周总，喝口水。2楼今天能交完吗？天黑前能完，就是晚上还得加班拆模。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哎。爸爸。你上次说会先保护好自己，再保护别人。那要是来不及保护自己呢？比如那个人马上就要淹死了，那就先救人。但你得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妈妈，有我。你出了事，我们会心疼。我知道了。爸爸，你今天来接我吗？来，4点20，准时到。好，拜拜。